中央紅軍長征後，10位核心領導留守蘇區。為什麼僅有一個人見到新中國說來悲壯？10位核心領導，9位壯烈犧牲，只有陳毅一人撐到新中國成立那一天。1934年4月，廣昌失守，第5次反圍剿形勢急轉直下。到了這個節骨眼上，誰都明白，再想頂住國民黨圍剿，那是痴人說夢。於是中央書記處開會拍板，紅軍主力要撤退，可主力想從蔣介石幾十萬大軍的包圍圈裡脫身，談何容易？蔣介石大兵压境，主力都扛不住，留下的部隊那更是九死一生。可沒辦法，紅軍全撤，根据地眨眼就丢，敵人立馬就能追着屁股打，主力更跑不了，只能留一部分人替大伙儿爭取時間。中央隨即決定，主力轉移後設中央分局和辦事處，分局的5個人分別是項英、陳毅、賀昌、瞿秋白、陳潭秋，另留5位重要的幹將，分別是毛澤覃、何叔衡、梁伯台、李才廉、劉伯坚。這就是留守蘇區的10位核心領導。順便說一句，博古他們原本想連正在養病的毛主席也留下，幸亏周恩来等人力勸，才同意帶上毛主席。這些人誰不清楚留守意味着什麼？事實也夠殘酷，10個人裡最後只有病床上的陳毅活着，等到了新中國。接到任命時，陳毅剛做完手術，左腿還打着石膏，周恩來親自來医院看他。陳毅二話沒說就接了任務，主力一走，老蔣1個月後才反應過來，氣得火冒三丈，立馬調了20多個師，幾十萬大軍，把蘇區圍了個水泄不通。留守紅軍依托陣地抵抗，可敵人的優勢太大，幾個月下來損失慘重。1935年2月，項英決定分9路突圍。先說瞿秋白和何叔衡，兩人都是建黨元老，年紀大，身體差，組織安排他们往福建長汀方向突圍，打算轉到香港，可到長汀後被叛徒出賣，瞿秋白被捕，英勇就義。何叔衡呢，為了不拖累同志，戰鬥中直接選擇了自殺。再說賀昌，他可是黨史上最年輕的中央委員，突圍時親自帶一個營打頭陣，結果在會昌河畔遭到伏擊，年僅29歲就倒下了。毛澤覃，毛主席的親弟弟，他帶着獨立師在閩贛邊界打游擊，越打人越少。1935年4月25日，在瑞金紅林大山中被敵人追上，為掩護戰友，毛澤覃站上高地迎戰，中彈犧牲李才廉，是中央分局的希望之星。帶獨立7團突圍，被叛徒從背後打了黑槍，年僅22歲。梁白台是蘇區的法治締造者，負責帶機關辦事處突圍，負傷被俘，慘遭殺害。劉伯堅是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，突圍時腿部中彈被俘，寧死不屈，敵人惱羞成怒將其殺害。項英和陳潭秋突出重圍，項英後來領導新四軍，結果在皖南事變中被叛徒殺害。陳潭秋去莫斯科開完會，回國後派駐新疆，後來盛世才叛變，他被酷刑折磨也不屈服，最終被害。10位中央留守領導，只有陳毅一人撐過了無數次血戰，活到了新中國升起5星紅旗的那一天。